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长期静养与天天锻炼的人谁更长寿？调查了22398名老人，给出了答案。老李啊，你怎么又在散步啊？这天气多热，走路走得浑身都是汗，不得劲啊。学我在这里下棋多好，人家都说了，生命在于运动嘛。你这天天的坐着，身体能好吗？我可不要。老李和老刘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双方在于生命在于运动还是静止这件事上看法是完全不同的。一个是坚持不运动，另一个是一有机会就会动起来。那到底哪个做法才是正确的呢？一、长期静养与天天锻炼的人谁更长寿？上了年纪的人要通过运动来增强体质，上了年纪的人身体不好，更需要静养。这两种说法乍一看都有道理，那到底该相信哪个呢？实质上，静养和运动两个说法并不矛盾。静养更多的是指修身养性，养脾气、性格；运动则是锻炼血管、心肺功能以及肌肉。运动和静养不能完全的割裂开。在生活中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养生。很多长寿的专家都推荐动静结合，在上了年纪之后，可以适当的减少运动的强度，但是依旧需要运动。JAMA 肿瘤学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，研究人员对英国生物样本库内22390名平均年龄为62岁的成年人数据进行了分析，同时对受试者每日的运动量进行了收集，分析每日短暂间歇性运动与癌症发生之间的关系，平均进行了 6.7 年的随访，期间有2356例新发癌症病例。通过分析发现，每天进行4到5分钟的间歇性运动，就与癌症总体风险下降 20% 相关，与运动相关的癌症风险会降低 32%。通过研究不难看出，运动对于健康而言很有好处，但日常也不能盲目的进行大量的运动。在运动的同时，也要注意静养。静养更多的是指良好的状态、心态，让自己放松，忘却烦恼和压力，对于身心的健康有很大的好处。2. 中医名讲，40岁前多锻炼，50岁后少锻炼，60岁不锻炼。退休了的国家级名中医、余杭医院名中医馆客座专家徐在春老师认为，人在40岁之前要坚持进行运动锻炼，50岁前适当的运动，但是50岁以后就要悠着点，多休息，而60岁以后不要锻炼，要保养，才是好的养生之道。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，徐老还提了2个案例。案例1，一位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锻炼的习惯，年纪大了之后觉得锻炼可以养生，每天风雨无阻地坚持晚饭后5公里的步行，拼命锻炼带来的结果并不是身体变好，而是逐渐地把身体弄垮了，因为他的锻炼方式违反了自然规律。案例2，还有一位罹患了红斑狼疮的患者，为了锻炼身体，每天坚持走路锻炼2个小时，在腰酸背痛的时候依旧没停止。回医院复查的时候，被查出尿蛋白增加，病情加重。徐老认为，逞能进行运动对于健康来说弊大于利，对此要持有正确的心态，不要认为运动就是万能药，运动不对反而会伤身。3. 50岁后4种锻炼方式要避开，反而伤身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运动虽好，也要注意选对项目。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并不适合老年人，不当的锻炼反而容易伤身。1. 爬楼梯锻炼身体。老年人身上或多或少会有膝关节病变，爬楼梯锻炼身体会导致膝关节的负担加重，容易让本身的症状加重，或者促进膝关节损伤。2. 甩肩锻炼。
老年人盲目的进行甩肩上举动作，容易导致肩关节负荷加重，继而引起肩袖撕裂，诱发肩部疼痛。3. 弯腰够脚面，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伸展筋骨，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却不适合。老年人本身就平衡能力较差，大幅度的弯曲身体容易导致关节错位、拉伤，速度过快还可能会导致血压变化过大，诱发脑出血。4. 长时间跳舞，广场舞中不乏有一些身体旋转的动作，这些动作对于重心的控制、下肢力量有较高的要求。长时间的跳舞会导致关节超负荷的运行，容易加快其磨损的速度，继而诱发关节疼痛。4. 中老年人牢记2大原则，运动有效又安全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运动有不少的注意事项，这2个原则要牢记。1. 找到自己的安全运动心率。一般认为，人体耗氧量达到最大耗氧量的 50% 到 70%， 相当于 60% 到 85% 的最大心率，对心脏的刺激最合适。以70岁为例，运动的最大心率为90到128次为宜。2. 多方面避免运动损伤。不论进行什么运动，在运动前要充分的活动身体，让身体微微发热后再去进行运动，可以踢腿、拉伸等。场地建议选择公园、学校操场等空旷而且空气好的地方，避免在大马路边锻炼，空气和安全性都难以保证。训练强度要以身体的反馈为主。如果第2天醒来后特别疲惫的话，只要适当的减少运动强度，每次运动要注意适量即可，过量反而会容易伤身。生命在于运动还是静止，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一般是建议要动静结合，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进行运动。运动对于健康有益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运动时要注意选对方法，不当的运动方式只会起到反效果。同时也要注意修身养性，保持愉悦的心情，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作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